同学们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中医问诊之问饮食口味。问饮食口味是指对病理情况下面的口渴与饮水、食欲和食量、口中气味等进行询问的方法。问饮食口味主要是为了了解体内津液的盈亏及输布的情况，脾胃运化的功能及疾病的寒热虚实的性质。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问口渴和饮水。问口渴和饮水主要是用来辨别疾病的寒热虚实以及津液的盈亏和输布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口不可饮。正常人津液没有损伤，是不会出现口渴的，也不想喝水。但是在病变的时候，也会出现口不渴、不想喝水。口不渴说明津液没有受伤，津液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受伤呢？通常是感受了寒邪或者是湿邪引起的寒症或者湿症，是不会损伤人体的津液，所以也会出现口不可饮。口渴欲饮，根据它的表现可分为3种：微渴、大渴以及渴不多饮。我们来看第一种口渴，微渴。微渴是指的一般口渴，想喝水，通常表明津液有损伤，但并不严重。常见于热邪和燥邪损伤的津液，但并不严重。另外一种微渴是口干微渴，同时间有发热，唯有恶寒，这是外感温病初期，热邪损伤津液也不太严重，而表现出来的微渴症。第二种口渴就是大渴。大渴有2种表现，如果口渴非常明显，而且喜欢喝冷饮，常见于里热炽盛的阳明经症。里热炽盛，津液大伤，所以口渴表现非常严重，而且喜欢喝冷饮。另外还有一种大渴，喝水很多，伴有多食多尿，同时身体逐渐消瘦，这是消渴病，相当于西医上所说的糖尿病的病人典型的3多1少的症状。第3种口渴就是渴不多饮。渴不多饮有4种表现，一种是渴不多饮伴有身热不阳、心中烦闷、苔黄腻者，通常是湿热症导致的，这是因为热邪伤津，所以口渴；因为体内有湿，所以不会多饮。另外一种是渴不多饮伴有身热夜盛，也就是发烧在晚上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同时也会有心烦睡不着觉、舌红绛的表现，这介于热病、温热之邪进入淫愤症。因为热邪耗损了阴经，所以口渴，但是又由于热邪能够蒸腾淫阴，上沉于口，所以虽然渴，却不想多喝水。再一种渴不多饮，表现出虽然有饮水，但是喝进去的水会把它吐出来，我们称为水入即吐，通常见于痰饮停胃，这是因为痰饮内阻，津液不能够上沉于口，所以口渴。但是体内有饮血，饮与津液同样是属于阴液，体内并不缺水，所以渴不多饮，水入即吐。最后一种渴不多饮表现出口干，但是宿水而不欲咽，也就是说，他口里面含着一口水，但是不会把它吞下去。这种病人会同时伴有面色黧黑、肌肤甲错的表现，与淤血阻滞有关。因为淤血内阻，津液失去输布而出现口干，但是体内的津液并没有匮乏，所以喝不进去水，只是宿水，但不欲下咽。以上是口渴与饮水的意义。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食欲和食量。食欲是指进食的要求和对进食的轻快感觉，
通常是指想不想吃；食量是指实际的进食量，通常是指吃饭吃的多不多。想不想吃，吃的多不多，这是判断脾胃功能强弱以及疾病的预后和转归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胃气。胃气是指的脾胃功能，也就是脾胃运化了水谷精微的功能。中医认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也就是说，当脾胃功能强的时候，表明有胃气，那么这个人要么就是健康的，要么即使他有病，病情也比较轻，预后比较好。而当脾胃功能不足的时候，既不想吃，吃的也很少，这表明无胃气。无胃气表明病人病情比较重，预后不太好。当然，这里的无胃气则死，并不表明胃口不好、吃的很少的人就一定会死，只是说脾胃功能正常与否与疾病的预后和转归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病人的疾病轻重和预后转归，就要看他的脾胃功能到底好不好，他想不想吃，吃的多不多。关于食欲和食量，我们这里分成3个部分来学习。第一个，我们来学习食欲减退和厌食。食欲减退是指进食的欲望减退，甚至不想进食，中医又称为不欲食、食欲不振、纳少、纳呆、纳差等等。通常只要脾胃有病变，就一定会出现食欲减退的表现，比如脾胃虚弱、湿邪困脾、饮食停滞等等，都可以导致食欲减退。另外，肝胆湿热也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从而导致食欲减退。厌食是指的厌恶食物，甚至是闻到食物的味道就不想吃饭了。这与饮食极滞、脾胃湿热、肝胆湿热引起的脾胃的病变密切相关。但是在临床上，我们碰到有一些早孕的孕妇，如果有厌食的表现，这属于生理的现象，不属于病变状态。第二，我们来看看就是饥饿的表现。饥饿的表现有2种，一种是消谷上饥，一种是饥不欲食。消谷上饥是指食欲过于旺盛，进食量多，食后不久又会觉得饥饿，这种吃得多、饿得快的症状又称为多食易饥。而饥不欲食是指的虽然有饥饿感，但不欲食，勉强进食，但是食量却很少。饥饿与胃的受纳腐蚀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讲，胃火比较明显的时候，通常会使胃的受纳腐蚀的功能增强。胃火有2种，一种是实火，一种是虚火。当胃实火亢盛，腐蚀太过，它就会表现出多食易饥的症状。如果多食伴有多饮、多尿或者是身体消瘦，这是消渴病典型的症状。如果吃得多，但是大便稀痰，这是属于胃的腐熟功能正常，但脾的消化吸收的功能比较弱，我们称为胃强脾弱。饥不欲食也是由于火热导致了胃的腐熟功能太过，但是这种火热不是实火，而是由于胃阴不足的虚火引起的。虚火内扰同样也可以使胃的腐熟太过而引起饥饿感。而如果阴液亏虚，阴虚湿润，胃的受纳功能减退，所以不想吃，这种病人通常会这样描述他的病情：人已经饿得不行了，就是不想吃，或者是即使想吃，也只能吃一些流质食物。第3个就是偏食食物和异物以及食欲的变化。偏食食物和异物，比如嗜食生米、泥土、脂屑等等，与小儿的虫病有关。食欲的变化要分3种情况来看。如果在疾病中食欲慢慢的减退，食量也慢慢的减少，这是胃气减退、疾病加重的表现。如果在疾病过程中食欲渐渐的恢复，食量也渐渐的增加，这是胃气渐复、疾病向好的一个标志。
如果久病重病的病人本来是不能吃饭，但突然想吃，而且吃的还很多，中医把这种现象称为除重，它是胃气将绝、病危的一种征象。下面我们来学习问口味的意义。口味是口中异常的味觉或者是气味。口味可以反映脾胃的功能，因为脾开窍于口。另外，五味和五脏，所以口味还可以反映五脏的病变。我们来看一看口中不同的味道有怎样的病变意义呢？口淡是指口中乏味甚至无味。请注意，有一些人觉得口中没有异味，这是否就是口中无味的口淡呢？其实不是，口淡是指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正常人口中没有异味，但是如果吃甜的可以感觉到甜味，吃酸的可以感觉到酸味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正常人口中没有异味称之为是口淡。口淡是指口中没有味道，而且也尝不出任何味道，通常是指虚症和寒症的病变，比如脾胃虚寒、运化失职，或者是寒湿中阻以及寒邪犯胃导致的阴邪不耗损阴液引起的口淡。口酸，酸入肝，所以肝胃郁热的病人比较容易见到口酸、泛吐酸水。另外，吃多了饮食极致也会出现爱腹吞酸的表现。口苦，苦属火，所以肝胆火旺或者是心火上炎的病人都会表现出口苦。口甜，甜入脾，所以口甜通常与脾病有关，比如脾胃湿热或者是脾气亏虚，都可以感到口甜。口黏腻是指口中总是感觉到不爽，通常与湿热、痰热、饮食极致有关。口中黏腻常常与味觉异常同时出现。如果口黏腻伴有甜的味道，通常表明湿热、痰热在脾胃；如果口黏腻伴有苦的味道，通常代表了湿热、痰热在肝胆。口涩，涩是干燥的意思。口涩就是口中没有水分，燥热伤津、阳热气火上逆都会表现出口涩，而且口涩通常与舌燥同时出现。口咸是指口中有咸的味道，咸入肾，所以口中有咸味，通常代表的是肾虚水泛的病变。以上是我们学习的饮食口味的病变及其意义。本节课就讲到这里。